阿富汗东部南格哈尔省阿钦地区，一道白色光圈从万米高空缓缓飘落，光圈之下是一条深不见底的地道网络，里面藏着数百名 ISIS 武装分子，弹药、粮食、指挥所一应俱全。美军用了10多年都没能彻底清剿的据点，就藏在这片群山之下。光圈落地的瞬间，世界仿佛静止，紧接着一团直径超过200米的火球冲天而起，扬起的小型蘑菇云在32公里外都能看到。冲击波沿着地道网络疯狂蔓延，地道本身也扭曲坍塌，化为废墟。这个武装分子据点被高温和超压瞬间抹去。这颗光圈就是 GBU-43B 炸弹之母，人类历史上威力最大的非核武器之一，一颗就能让一座山头蒸发。比它更早问世的出狙切刀开启了燃料空气炸弹的传奇，而今天的 MOAB 将这一概念推向了极致。但2026年的今天，这枚炸弹之母又成了军事圈的热门话题。2026年3月11日，伊朗宗教圣城库姆近郊发生惊天爆炸，外界防务分析普遍推测，美军可能使用了 GBU-43B 炸弹。有观察家指出，爆炸产生的火球直径、地震波特征与 MOAB 的毁伤效果高度吻合。几乎同一时间，据英国《每日电讯报》报道，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考虑向中东增派轰炸机，甚至不排除向伊朗境内投掷 MOAB。而就在这场冲突爆发之前，美国甚至首次批准 MOAB 对外出口，标志着仅限美军使用的惯例被打破。一枚由运输机空投的铁疙瘩，为什么能让整个中东神经紧绷？这枚被称为炸弹之母的出狙切刀，到底凭什么称王？今天我们就一起把这枚炸弹之母请上台，为大家展示金属外壳之下的秘密，看它是依靠什么让对手闻风丧胆的。要理解 MOAB 为什么是炸弹之母，我们要先从它的诞生说起。MOAB 的全称叫 GBU-43B， 英文缩写是 MOAB， 正好也是 Mother of All Bombs， 也就是炸弹之母的缩写。MOAB 这名字本质上就是因为它太大了，大到必须用 C-130运输机从屁股后面推下去，没有任何一款战斗机能挂得动它。这也就意味着 MOAB 只能在己方获得绝对制空权后才能使用，它是战场清洁工，而不是前线突击手。那美军为什么要搞这么大一颗铁疙瘩？答案还得从上世纪60年代说起。1960年代越南战争，美军陷入了一片噩梦般的丛林，北越军队利用茂密的热带雨林做掩护，在看不见的丛林深处挖隧道、布雷场、建补给站。直升机的着陆场往往需要先炸出一片空地，但常规炸弹炸出来的坑不够大，炸完落地还得接着砍树，效率极低。于是美军工程师搞出了一个脑洞大开的解决方案 BL-682 出狙切刀。它不靠弹片杀伤，而是靠吸氧。爆炸时先撒出一团燃料气溶胶云雾，然后2次点火，瞬间抽干几百米内的氧气，形成高温和超压冲击波。没了氧气，敌军有生力量不可能存活。丛林里一颗 BL-682 下去，几秒钟内就能清出直径上百米的空地，直升机直接降落。越战期间，这种割草机式的炸弹为美军开辟了无数着陆场，也在敌人心中种下了心理阴影。但 BL-682 有一个致命弱点，精度太差。它只能靠惯性制导，从运输机屁股推下去后，基本靠大概率落在目标区域。时间来到21世纪，美军的作战目标变了，从越南的丛林开路变成了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地道攻坚。那里的恐怖分子喜欢钻山洞、挖地道，常规炸弹炸不穿、钻不进，精确制导导弹又太大材小用。美军需要一种既能钻地又能大面积杀伤，同时还能打得准的武器。2003年伊拉克战争前夕，美军正式试爆了 GBU-43B 炸弹之母。它在 BL-682 的基础上全面升级，装上了 GPS、INS 复合制导系统，能在更高的高度投放，精度远超前辈。弹体全长 9.17 米，直径 1.03 米，重达 9.5 吨，装填的 H6 高爆弹药爆炸效力是 TNT 的 1.35 倍。这枚炸弹的首次亮相，就向世界展示了它的恐怖。不过此时它还没有正式登场的机会。直到2017年4月13日晚上7点32分，在阿富汗的南格哈尔省 ISIS 的地道网络，美军的 C-130运输机在10000米高空打开尾部舱门， MOAB 被推出货舱，降落伞打开，炸弹在制导系统的指引下缓缓飘向目标。1.8 米高度，空爆引信触发，11吨 TNT 当量的爆炸，直径200米的火球，32公里外肉眼可见的蘑菇云， ISIS 的地道瞬间变成了一片废墟。这是人类历史上 MOAB 第一次，也是至今唯一一次实战使用。而这次使用的时机非常微妙，美军因为半岛局势高度紧张，当时正在向朝鲜施加巨大压力，
这枚炸弹既炸了 ISIS， 也炸出了一个更宏大的战略信号。军事观察家普遍认为，美国是在向金正恩政权发出清晰而强烈的警告，表明其维护盟友安全、应对任何军事挑衅的坚定决心。而这场爆炸也让全世界真正认识到了 MOAB 的恐怖。如果说其他炸弹是在砸目标，那 MOAB 就是在吃目标，把目标周围的一切都吃掉。它的恐怖藏在它那套独特的2次引爆机制里。第一次引爆叫开膛， MOAB 飞到预定的 1.8 米高度时引信触发，但体内的高能燃料喷射而出，迅速形成一团直径超过100米的燃料气溶胶云雾。这团云雾比空气重，会慢慢下沉，沿着地道、碉堡、通风井蔓延渗透，像液体一样钻入任何缝隙。第二次引爆叫抽空，就在燃料云雾扩散到最大范围的瞬间， MOAB 的2次引信被点燃，那团巨大的燃料云被瞬间点燃，产生超过2500度的高温火球，这个温度比钢铁熔点还高1倍。强大的冲击波直接释放出破坏性能量，冲击波所到之处，混凝土结构直接破裂，重型装甲都会扭曲变形。接着云雾燃烧，消耗掉爆炸区域内大量的氧气，使方圆300到500米内的氧气浓度骤降至正常水平的1/3。躲在掩体里没有被冲击波直接击中的敌军，即使躲过了高温和超压，也要面对一个极度残酷的事实：他们所在的区域空气正在被抽干。高温、冲击波、缺氧，三重叠加之下，任何处在爆炸区域内的生物几乎没有生还的可能。正因为这种恐怖的杀伤力， MOAB 被称为炸弹之母。而 MOAB 的另一大恐怖之处来自它的重量级地位，它的爆炸当量约11吨 TNT， 是目前全球服役的常规炸弹中最大的。而且由于它采用 GPS、INS 复合制导，命中精度远超它的前辈 BLU-82。但这还不是美军让它称王的全部理由，真正让它无可替代的是它独一无二的战术定位。在精度已经可以做到厘米级的现代精确打击时代，一枚 GPS 制导的 GBU-53B 小直径炸弹也能一发入魂，为什么还要用这颗近10吨的庞然大物？因为 MOAB 打的不是点，而是面。对付深埋地下的地道网络，常规精确制导弹药只能炸出一个洞，而 MOAB 能直接把整座山头掏空。它的超压冲击波可以沿着地道蔓延几百米，一次清剿就能成片消除危险。它在战术上的意义是降本增效，用一颗炸弹代替几十架次的持续打击。在心理上的意义是杀鸡儆猴，让躲在暗处的敌人知道，无论你藏得多深，美军都有办法把你连根拔起。正因为如此， MOAB 才被称为炸弹之母，不仅是因为它最大，更是因为它最狠、最准、最无可替代。MOAB 称王多年，但从不寂寞。要想回答它到底有多强，我们需要把它放进一个更广阔的坐标系中。先看俄罗斯，在俄军现役武器库中，欧底1B 1500系列温压弹正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俄乌冲突的前线。这种重 1.5 吨的滑翔制导炸弹，装填环氧乙烷燃料，爆炸威力约7吨 TNT 当量，有效杀伤面积超过2万平方米，中心温度超过2500度，气压可飙升至120个大气压。不过从威力上看，它仍比 MOAB 的11吨当量小了一个量级。至于实验室里的数据，俄罗斯确有更惊人的型号，但那终究离实际部署还很遥远。这款武器就是俄罗斯的 FOAB 炸弹之父，其正式代号为 ATBIP 空投高功率真空炸弹。这颗炸弹的纸面数据确实惊人。据2007年9月11日的公开信息，它总重约 7.1 吨，比 MOAB 轻了1吨多。但俄方宣称其爆炸当量高达44吨 TNT， 是 MOAB 的4倍，其爆炸半径增至300米，杀伤面积是 MOAB 的20倍，中心温度可是达到5000度，是 MOAB 的2倍，声称威力堪比小型核武器。不过 FOAB 的秘密远不止于此，它是一种更极致的温压弹，运用了2级引爆技术。它在空中先进行一次小规模爆炸，将内含的 7.1 吨高能燃料如环氧乙烷喷洒成巨型燃料气溶胶云，再由2次引信引爆这团云雾，产生剧烈爆轰，会瞬间消耗掉爆炸区域内几乎全部的氧气，形成一个恐怖的超压冲击波和高温场。因此其威力主要来源于燃料的气化爆轰，而非弹体本身的炸药量。然而 FOAB 最大的问题在于它从未离开过实验室。这个项目自2007年试爆后便几乎没有后续消息，更从未出现在俄军的采购和列装清单中。反观 MOAB 不仅已服役10余年，还积累了宝贵的实战数据，并仍在不断进行制导和引信升级。
因此 FOEB 更像是一个旨在威慑对手的技术概念验证项目。它向外界展示了俄罗斯在温压弹领域的深厚技术底蕴，但未完成从实验室样品到战场装备的转化。它在俄乌冲突等实战中缺席，可能是因为其巨大的体积和低下的命中精度限制了其使用场景。未来俄军更可能依赖已投入实战的 ODAB、1500等更小、更精准的温压弹。所以炸弹之父的经验亮相只停留在10几年前的宣传画面和那44吨 TNT 的吓人数据里，至今仍是一个充满谜团的传说。再看美军内部， MOAB 并不是美军手中唯一的锤子，在它之上还有一款专门为深埋地下目标量身定做的破壁者 GBU-57 巨型钻地弹。 MOP 重约 13.6 吨，装药量约 2.3 吨，由 B2 隐身轰炸机在高空投放，能穿透60米厚的钢筋混凝土。2025年，美军 B2 轰炸机在一次代号午夜之锤的行动中，首次在实战中使用了 GBU-57， 对伊朗地下核设施实施了纵深打击。 MOAB 和 MOP 的分工是美军对地下目标打击体系的完美体现，一个用面杀伤掀翻山头清扫广阔区域，一个用点穿透直插心脏终结最坚固的堡垒。时间来到2026年，这枚10多年前就诞生的炸弹之母不仅没有被淘汰，反而在新时代找到了新的战略定位。有情报渠道暗示，美军正在扩大 MOAB 的使用范围，从反恐战场延伸至对抗正规军的前线，这揭示了一个新的战术趋势。以前 MOAB 只用来对付盘踞山区的恐怖分子，现在它已经被推到了摧毁深埋地下的核设施、弹道导弹发射井、地下指挥中心等硬目标的舞台上。常规钻地弹面对数十米深的加固掩体往往力不从心，而 MOAB 的超压冲击波可以通过爆炸产生的高温高压，从顶部掀翻整个地下工事群，形成面打击。在摧毁大规模地下设施时，它的战术价值极高。与此同时，美国空军与波音公司还签订了一份价值超过1亿美元的合同，开始重建和补充重型炸弹库存。虽然这份合同主要涉及的是 MOP， 也就是 GBU-57 型巨型钻地弹，但这传递出一个清晰的信号：美军正在为高强度、高消耗的常规战争做弹药储备。如果说上一部分是横向对比，那 MOAB 本身也在纵向进化。当美国批准对外首次出口 MOAB 时，这本身就是一则重要信号。这表明美军不仅自己在用，还在向关键盟友输出这种级别的打击能力。与此同时，美军还在考虑给 MOAB 装上有源相控阵雷达导引头，进一步提升其抗干扰能力和打击精度。MOAB 之所以能成为炸弹之母，靠的不是纸面数据上的最强，而是体系化作战中最无可替代的核常兼备战术价值。它不是核武器，但拥有某些核武器才具备的威慑力。它不是能随意消耗的廉价弹药，但能在最关键的时刻、最关键的位置一颗定乾坤。从越南的雏菊切刀到阿富汗的炸弹之母，这枚重达10吨的铁疙瘩已经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。它身上搭载的技术在不断迭代，从惯性制导到 GPS 制导，从单一杀伤到多重叠加毁伤，它的对手在变。从越共游击队到塔利班武装，再到藏在深山里的 ISIS， 再到深埋地下的核设施，但 MOAB 的核心理念从未改变，用最直接、最暴力的方式解决最棘手的目标。它或许不是最先进的，也不是最精确的，但它是最大、最狠、最让敌人恐惧的那一刻。正如美军一名退役轰炸机指挥官在接受采访时说的那样，当你的目标藏在地下几百米，当常规武器都拿它没办法的时候，你最想听到的无线电回复就是 MOAB 已经离机。这就是炸弹之母的真正含义。这场关于 GBU-43B 炸弹之母的分析就到这里。最后有2个问题想和各位讨论。第一，随着战争形态向城市作战和地下化防御转变，像 MOAB 这种巨型温压弹的战术地位是会上升，还是会被精确外科手术打法所取代？如果是你，在极高强度的巷战环境下，你会选择用2枚 MOAB 直接平掉街区，还是用几十枚小型导弹去逐个点名？第二，在精确制导武器大行其道的今天，重达 9.5 吨的 MOAB 这种笨重的武器还有没有继续存在的战略价值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。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，别忘了按赞、订阅、转发。我们下期再见。